从4个月大呢就开始以碗里的生果就是冻干作为主食，到现在已经1岁啦。毕竟呢，膨化粮传统 buff 搭配生果肉就是冻干，再到最后的全主食碗里生果肉就是冻干，是什么让超市高会选择以全主食生果肉就是冻干呢？所以接下来我会开启我的 reader 模式，接下来讲话会超快，所以大家要跟得上才是哦，不要发呆，换你一发呆就跟不上了，哈哈哈。首先根据他的分享呢，是说现在是已经1岁啦，然后毛发呢都长得有点过了，应该是指长度。毛第一张开始吃的时候是8月中，最后第2张拍的是10月，所以接近了1个月半到2个月左右的时间呢，大概接近了2个月的时间。他自己个人其实是为这禽肉口味的，他会觉得说海陆空会比禽肉更香，而且以全主食海陆空味的2个月左右的情况下呢，会觉得毛发会更加的滑，更加的亮啦。而且他还是有分享到，就是还是没有办法再会膨化粮，因为大便的味道相对来就很明显。然后呢，就是说希望很多习惯喂这膨化粮的超市官们呢，都其实不知道全食冻干的量其实不用很多啊，这个是真的。就是我们有很多新手的超市官刚刚找我们的客服订自喂食粮的时候，我们跟他说的时候，他们觉得哈这个量就够了吗？他们只是会很担心吃不够。主食冻干它其实现在的量是你膨化粮的1半左右而已，因为他们传统喂膨化粮的思想就是可能他们觉得它够吗？以前要吃到这样多，现在吃这样少而已哦。我甚至还知道有一些铲屎官他们会默默的加餐，可能我们跟他说1天30 gram 够了，他们给我喂下去50 gram。不要过量，什么东西过量都不是很好哈。这也解答一下为什么人都会觉得，为什么喂膨化粮需要味道那么高，可是只是冻干不用？因为里面的含肉量不一样。even 都有些人就会问啊，可是我的膨化粮那边是标的是88%哦，你们的虽然是98%，那可是也不用到差这样多嘛，是不是？因为你要记得哦，膨化粮由于它的制作工艺里面是需要碳水去进行这个粘合，所以它的88%是include了所谓的碳水，我们的那个淀粉的糊化的那个过程需要添加的东西，就是你的1包的1 kg里面，它不只是肉跟植物，它还需要肉、植物再加碳水。所以简单来讲，你要摄入更多肉，你就要吃的更多。而主食冻干的话呢，它的1包里面400 gram 里面它是没有碳水的，它是没有所谓的这种淀粉啊，需要去进行糊化这个过程，所以就纯纯的肉，再加上一个植物成分，就是98%的含肉量啦。所以你吃下去的时候含肉量比例高，所以自然而然就不用吃那么多咯。而因为膨化粮的话呢，它含肉量比例加了淀粉的糊化过程就没有那么高了。所以你们可以想一下1 kg 的膨化粮，它需要加入淀粉糊化的话，到底你这1 kg 里面的肉是占了多少？如果膨化粮的含肉比例只是就是100% 等于肉加植物，这样你切80没有什么问题啦。可是如果你加了一个碳水，看它得变多少呢？哈哈，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哈。OK， 关于膨化粮这个话题呢，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，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关于一些膨化粮的话题。它之前呢是以传统的 buff 搭配生果肉就是冻干，到现在已经是全主食生果肉就是冻干。到底为什么他会选择这个方案呢？我们来理解一下。OK， 我相信首先是传统的 buff 以及生果肉就是冻干的保存跟喂养方式不太一样啦。我们首先大家都知道嘛，就是生果肉呢是最适合猫狗的喂食方案。传统类型的生果肉呢，通常会需要冷藏哦，就是喂食前需要提前30分钟拿出来解冻，并且可能会最好在限定时间里面服用完毕，因为它是肉嘛，所以一旦接触到空气就会开始 you know。而主食冻干在肉眼透明化、经过了辐照灭菌的情况下呢，日常储存我们会推荐放在阴暗处，内不含防腐剂，所以呢避免直接接触阳光导致氧化，属于即倒即喂的类型啦。早上吃不完可以收起来，晚上继续喂这样子。第二，传统生果肉就是由单纯的生果肉所组成，一般上不会添加有功能性的原料啦。而生果肉主食冻干呢，则可以满足到更多的需求啦，比如解决勒痕啊，或者是口臭。在设计的时候呢，在保证98%高含肉量的情况下，添加了增强美丽的羊乳粉啊，保持血道稳定，减轻关节肿胀，帮助肠胃蠕动排出毛球的植化苜蓿，亦或是呢大家很熟悉的保护皮肤啊，富含 DHA EPA 的体育油。传统 buff 成骨类型等提供的好处呢，我们都知道，首先是比膨化粮、红贝粮这些对肠胃来说更好吸收，自然便便的味道跟分量是直接可以反映到的。而生果肉就是冻干，除了继承了传统生果肉的优势之外呢，也额外解决了一些铲屎官的一些痛点，比如说便利性以及对养宠体验有更高的要求的一些铲屎官。也因为生果肉主食冻干可以复水嘛，所以可以帮助妈妈摄取到更多水分，避免泌尿疾病啊。而主食冻干一般上复水过程大概是30秒左右啦。而传统的 buff 一般上一旦结束水分呢，就需要更快的吃完，而这里要切记哦 ，OK。任何卖家跟你说用滚水把肉丢进去比较快解冻的那些，你可以去撇它，你拿那个生肉去撇它们 ，OK。生骨肉最重要的是什么？
是生，你丢下去热水跟我打冰都有什么分别呢？跟我吃火锅没有什么分别，就是汤底是清水罢了。对毛孩来说，他们吃的那个营养就会被分解。一般上主食冻干复水也是用温水或者是汤罐之类的常温水，就是它满足到复水的情况下，然后它的功能性也会比传统来的更全面。如果你有其他的想要更加优化的地方，比如说毛发，你想要更进步的，谢谢你观看到这里，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。有什么疑惑的话呢，欢迎来后台填我们的客服，我是 X Daily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